Hello，大家好，今天是6月6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了。在美股风险信号提醒过后，纳斯达克指数周五出现单日大跌，许多科技股也产生了技术面的破位行为。特斯拉来到了重要的关键区间附近，再跌可就要中期转空了，一定要守住啊！而一些个股也要相续的去关注了，比如说 RKLB 在回调中来到了重要支撑，下一波行情有同学把握到了不少的利润，那么这里还会给到再次的波段上车机会吗？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板。那么首先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目录，今天是上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34期的视频。那么阿哲呢还是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我们周复盘的观点。那么第一部分还是最为关键的指数分析环节，大家也很明显会发现啊，就是指数的一个运动确实会明显影响到个股的一个技术面，或者说它整体的行情的波动。所以当指数明显强势上涨时，你做股票做交易多方很容易赚钱。当指数确实有高位风险时，那么很多个股哪怕有买点，它的一个风险性也变大。当然了，上期我们所讲到的礼来和 RKLB 这2个可以关注的个股，礼来呢是提前启动了，而 RKLB 呢是目前还在等待，所以有些个股的多头机会还是有的，但是仓位在目前要去控制。那么第一部分我们还是要讲到指数的一个分析，关于目前是短线的回调呢，还是短线要面临反转呢？当然它的中期会不会反转，目前是不用去操心的，因为短线3天下跌还不可能影响到中期趋势的上涨。而后15分钟的变盘时间，我们依旧要关注下周一我们日内的看盘的时候要小心哪些时间点的产生。在第一部分讲解完后，我们再看到个股的解析，分别呢是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以太坊，还有科威、谷歌、微软、MSTR、Circle、礼来、AMD、英特尔、APP、SOXL、Meta、RKLB、台积电、PLTR、美光、亚马逊、AOI、LIT、SOFI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我们有一些温馨提醒需要告知各位。首先是我们视频当中的目录有比较多的内容，所以视频时长阿哲呢一般是会偏差一点。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只股票您都感兴趣啊，所以把这个时间轴写好了，大家可以跳转时间轴快速阅读您想要观看的或者说您持仓的个股都是可以的。但第一部分千万不要跳过啊，指数的环境还是要了解清楚的。而后就是这个颜色块的一个作用啊，或者说它的一个标识的一个意义。首先绿色块呢是目前阿哲认为中期上还是看多以及短线可能有买入机会的。那么像红色块呢不代表就永远的看空啊，当然 PLTR 呢是比较长时间我们说风险是比较大的。像英特尔呢是今天才标上的，但不代表它就后续中期看空，而是它目前的位置很特殊，再往下跌要么就加速下跌，要么就是一个中期低点了啊。所以这个红色块我们后续会再详细讲到这个股票的时候我们会再看一下。而其中在看涨的个股当中产生买点的，就依旧呢还是关注 RKLB 和 APP 这2只个股，其他的话很多都是目前在破位，以或者之前中期看多，但是短线买点被打止损。所以具体个股我们到时候具体分析啊，这个颜色块呢是提前做一个提醒的作用。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一部分啊，纳斯达克指数的分析，目前的趋势怎么去看的？那么还是呢用上海趋势图来分析目前的一个行情图板。上海趋势图呢是阿哲在看待指数和个股的一个趋势分析时会常用到的一个指标模板。如果您是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应该都手中有用过这个指标。那么最近的风险提示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日线级别出现了一个信号风险，这种黄色 K 线产生的时候，一般就是要小心了。当然它不是说每次出现你直接就卖股票啊，因为它有时候黄色 K 线代表一种强势的多头行情，只是有时候太强了就有可能物极必反。所以当出现黄 K 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你手中的股票可能会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区间，或者说是一种强势上涨区间。那究竟是强势上涨还是高风险呢？我们一般需要等待黄 K 出现消失的时候去判定。就黄 K 代表它目前是很强的，但黄 K 消失呢，说明它这种强势可能要消失了，而消失的时候就会容易伴随回调衰竭。那么衰竭力度太强的话呢，就要小心它的这种回调力度是可能会让我们利润回吐的。所以一旦有黄 K 出现消失的时候，并且伴随阴线破位行为，这种地方其实都是要去做止盈或者说相对的落袋。而像这一波行情呢，它虽然也是黄 K。但是它却并没有在消失之后产生明显的破位阴线，所以后续依旧只是震荡之后继续上涨。但这一次不太一样，
它在黄 K 之后是出现了消失，而后消失当天就明显有仿包的阴线破位，而后还是一个晕线的下破，所以多种信号同时产生，它呢就出现了比较明确的风险提醒。这也是上期我们所讲到的晕线下破加上黄 K 的风险会比较大，所以要去在这里去卖股票啊，特别是之前有做了小波段买进的。这种地方就是小波段的止盈点。好，那当下究竟是一个回调呢，还是一个大的风险？我们需要关注它的一个趋势的分辨。就很多个股也是一样的，先看到中短线的趋势，中短线趋势目前依旧是一个上升的波段，因为它是个紫色飘带。之前呢是黄色的波段，就是黄色下跌波段，所以是下跌的飘带。那么当下就还没有变成黄色之前，它就还是有很大概率呢，依旧处于上升阶段。那上升阶段黄飘带是支撑，当支撑被跌破，就意味着这一个它其实不是一个正常的短线回调空间了，它已经超出了短线回调的一个范畴，它有可能是砸盘的一种范畴。什么叫洗盘？我们今天的定义是，它如果调到飘带，不跌破飘带，那么就大概率是洗盘。所以当时这个仿包，我们说可以去做洗盘的买点，现在这里不行啊。当然，昨天也有同学会看到，这里是低开高走阳线啊，类似 IRK 线，类似一些止跌信号，但这里不能作为买点啊，因为它不是一个特别强势的这种止跌信号。所以昨天的盘前广播我们也讲到，这根阳线出现是一个好迹象，说明有止跌可能，但不好作为买点，尽可能再等一个反包确定，只要类似这种反包阳线去确定。所以果然啊，又出现了一天的下跌，所以它的风险目前是否释放完毕，我们就要关注砸盘是否结束，是否它真是砸盘。我们以之前的这波紫色飘带作为一个案例啊。就如果它是一个紫色飘带上升波段，它又有可能干嘛？维持趋势的上涨。那有时候是洗盘，有时候是砸盘，就有时候的调整可能就震荡，它连飘带都不碰。那有时候呢，它是一个洗盘，它就碰一下飘带，是吧？就踩一下飘带就起来了啊！一盘反包阳线一出现，是吧？我们说就止跌了。但有些时候它可能飘带拦不住它啊，它有时候的下跌空间它超过了洗盘。那就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跌破飘带，收盘跌破。好，收盘跌破为砸盘，收盘不破为洗盘。那跌破的这种短线砸盘，一般要怎么去关注它的买点和它确实不影响短期趋势呢？我们需要它跌破之后，看2天时间。正常如果支撑依旧有效啊，不管是什么支撑啊，有时候我们说左高支撑还是左低支撑也都是一样的。就比如说，你如果要做突破，短波段突破是吧？突破之后，如果2天时间就涨不动了啊，一般来讲，这个突破啊，也是有待考量它的有效性的。那么只有呢，对于左高的短波段突破，那突破2天之后还能往上涨啊，这种情况下，短波段的突破它的力度才足够的可靠。好，那么跌破也是一样的。啊，如果股价跌破了，是吧？你跌破关键支撑，跌破一根啊，第2根就收回来了，那肯定不是一个有效跌破，所以空间上是砸盘，但它依旧仅是砸盘，趋势不影响。好，跌破一根，是吧？跌破一根就收回来了，就是砸盘。所以一般来讲，这种砸盘呢，我们允许它能够跌破2根啊，只要在2根以内止跌就行了。那包括有时候出现这种飘带的快速的击穿，是吧？这种地方其实就是跌破1根、跌破2根啊，那都是能够守得住的，是吧？我们依旧能够关注它，还是有机会走趋势啊，跌破1根、跌破2根，这种就是砸盘啊。后续它只要还是站回飘带就没有问题。当然，它小概率有时候会出现什么跌破1根、跌破2根，然后还继续跌1根，就有时候会有误差。当这种情况下是比较小概率的，所以绝大部分情况下我们是可以用2根来去做好防守。而当你发现市场跌破1根啊，跌破第2根站回来时又往下跌破啊，这种情况下就比较麻烦了啊，它可能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短线砸盘啊，而是要引发更大级别的下跌。它是在一个紫色飘带维持之下走了一波回调，而后再次往下跌破，那这个地方就跌破第1根了。那我们下周一呢是跌破的第2根，第2根还是允许下跌的，但最好要伴随止跌的 K 线了，比如说有影线，比如说低开高走的阳线啊，在这里出现就比较好。如果再来一根阴线比较强势的，那其实就麻烦啊，大概率呢是跌破有效了。所以正常来讲，第2根的地方就有变化啊，要么是直接就收阳站回去啊，要么就是收影线啊，或者说止跌 K 线啊，那么就比较正常。那么以上就是回调还是短线反转，我们需要去关注下周一而后啊，如果周一的低点会有更低的低点，我们就把周一的低点作为支撑。如果它不是更低的低点，那就把
本周五的低点作为支撑。只要这2天的低点呢还有支撑，那就说明这一波的下跌它是砸盘的概率远大于短线反转。那么接下来我们准备来到第2部分啊，就是15分钟的变盘时间。那不过在此之前啊，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同学，听到这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您宝贵的小红心。而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那么阿哲也很希望在本次的视频当中能够帮助到您。如果您觉得有所收获，能够对您有所启发，也希望大家在观看视频的同时，可以在视频底下呢点击这个订阅按钮。订阅之后，您就会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了。那么未来我们的视频在更新的时候，你就有机会能够优先看到。当然，如果您说想要准时每个视频都能够及时看到的话，您是需要把这个全部铃铛点开才能够实现的。所以只要您显示了一个已订阅的按钮，那么就说明您已经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了。而对于订阅粉丝观众，我们一般会有一些新人见面礼，比如说刚才我们所讲到的上海趋势图，这个呢是只要您订阅阿哲频道，那么阿哲呢都会让大家能够去安装的，就您都可以看得到阿哲所看到的什么黄 K 啊、蓝 K 啊一些 K 线的机会和风险，包括黄色飘带、紫色飘带的趋势分辨，您都可以看您手中个股啊它是什么情况。所以在订阅频道之后啊，您也可以顺手在右上角，目前的视频右上角有一个弹窗小卡片，点开可以找到阿哲的助教，他会告诉您怎么去安装这个指标以及怎么去使用。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2部分。第2部分呢，就是我们平时在盘前广播当中会去讲到的一个内容，15分钟的变盘时间窗口。那么阿哲呢，除了一些趋势分析外啊，同时也会为大家去进行讲解一些预测方面的东西。当然这方面呢不太算是传统的技术，所以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了解，或者说是一些相对其他的参考方面。在日内15分钟图表纳斯达克指数图表上，那么阿哲呢会给大家去讲到每天盘中它可能会出现高低点的一些时间窗口，一般会在盘前给大家去公布。比如说6月4号的盘前，我们讲到了当天呢会有3个变盘时间，9点45、11点和2点，这也是我们在上期视频当中给到的第1个变盘点，是不是9点45？当时我们有讲到如果市场出现了下跌，而后遇到9点45的话，大概率是一个变盘低点，而这个点呢也确实是当时我们周四的开盘第1个 K 线就见到了低点。好，那么这种变盘点如果是低点，我们怎么这样去看是否能够做呢？就最好能够判定有一些反包阳的产生，而后再去看它的多头，就是尽可能是结合右侧的分析来判定这个变盘点是否值得去操作。好，低点有低点，而后市场又有明显的连阳产生，这种呢就说明它有一定的意义了。而在11点时，市场其实只是一个单边，所以正常呢它是上涨时遇到的变盘点容易是高点变盘，但它后续也没有跌并且还继续走出强势阳线这种呢就只是一个中继的变盘，没有太多的意义。到2点钟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是吧？从一个低点变盘一路走到了2点钟，那么2点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十日线，后续伴随着阴线的破位，并且尾盘还出现了明显大阴线，是吧？所以这里就有可能是高点变盘。所以在6月4号的盘前所讲的3个变盘点，一个呢是低点，一个是高点，一个呢是中间相对无效的一个变盘点。后续我们再看到6月5号的盘前，10点半和1点是盘中容易变盘的一个时间点，而后10点半呢是下跌当中的一个反弹，所以它是一个反弹的高点。后续有一个顶分型加上破阴线这就更加的佐证这个看法了。到1点的时候呢是单边下跌后再一个反弹它是一个反弹的低点。但这个反弹低点它连一个反包阳一个明显的突破止跌都没有，后续继续下跌时就要小心它呢意味着它只是一个反弹低点。好，那么这就是我们变盘点的一个作用。如果您觉得对您有帮助的话，也可以在每天盘前的去关注这个变盘时间。在下周周一的第1个变盘点，我们依旧在本期视频提前公布给大家。我们还是要注意9点45分的那一根 K 线。下周周一的时候，第1根开盘15分钟的 K 线，我们关注它是否形成顶分型或者说底分型，而后右侧判定它的高点和低点性质。但正常来讲，如果能够是下跌预见，大概率是低点；上涨预见呢，大概率是高点。我们需要去判定它是否有一个拐点的力度即可。那么希望这个变盘点能够再次帮助到您。而如果您目前还没有看到盘前广播您是一个新同学，刚订阅同学，都一样的。您在点击订阅阿哲之后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找到助教，您其实可以领取到4重福利。刚才所讲的上海趋势图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的盘前广播也是阿珍的每天开盘前会去写的啊，这是第二个福利。那么还有一些知识内容的分享，内部的一些直播课程是不公开，只针对我们订阅粉丝同学的一些课程，所以您只要订阅阿哲会有4重福利。其中呢，技术分析的更深入的研究的一些知识内容，以及美股期权课的一些实战课程啊，其实呢都可以在我们内部去进行学习，找到助教啊，只要是订阅粉丝同学就可以免费领取这4重我们的见面礼了。那么下周呢，关于技术分析的内部课程表，那么已经出来了，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这个课程的一个课表去进行安排学习的时间。我们一般技术分析的分享课程会在香港时间周2到周5每天的香港时间早上的10点去开课。下周的主题叫牛回头主升浪伏击特训营，在市场目前处于高位回调过程当中，它是再次的下跌还是牛回头呢？我们在下周会根据一些趋势分析的方法看一下是否有些个股是牛回头，而后在技术分析的课程讲解当中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分析，怎么样去把握这一次的调整机会。在个股分析当中，我们的第一支标的是特斯拉。特斯拉目前呢，包括英伟达是吧，都是从绿色块我们养成的灰色块，因为它们的趋势呢都产生一些变化。比如说特斯拉，之前呢这一个绿色块的支撑区域已经在回踩当中确认了是有效支撑的，但是上涨时不能够新高，反而往下跌破这个支撑区。所以一个支撑区反弹说明支撑是有效的，而再跌破说明空方还是强势的，那么这个支撑区就开始意味着多头有力量，但是空方更强势，低点开始降低，高点开始降低，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在一个趋势阶段当中，说明这一波上涨而后这一波回调跟之前这一波短期的回调不太一样，它呢是一个中期震荡环节。那么震荡的行情它其实分为2种就是目前其实还可以认为它是一种震荡的环境，当然它需要做一个佐证。我们之前认为这里要震荡最好不要破这个低点，好，那么这种震荡不破左低不破左高，它是一种收敛型的震荡。还有一种震荡呢是发上的，但发上的特征是在于它可以破左低它也可以破左高，但是破左低破左高之后，它应该快速的止跌，而不应该明显继续下跌。所以如果它这里真要维持还是震荡的判断，它是不能够去在破左低之后继续出现明显下跌的。所以当前我们维持特斯拉的一个中期看涨，而后目前处于中期的震荡窗口，趋势还未完全转为中期的偏空。那什么情况下容易转为中期偏空呢？我们来看到目前的上海趋势图。首先中期偏空的一个判定呢，需要按照刚才我们所讲的，就是这个破位它不能够继续有很明显的下跌力度，所以周一的时候就要有一个止跌 K 线产生，或者说小阴线小阳线都可以。而后当下我们就要看到这一根 K 线，它底下呢这个上海趋势波是我们上海趋势模板当中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在曾经我们同时用过一个技巧，把握过之前这里我们第一个回调买点的一个机会，当时是怎么把握的呢？一个呢是它回调到了一个紫色带上，是一个支撑，是一个机会；另外一个是底下呢出现了一点红，就如果连续出现上涨动能，而后产生的第一个红色柱一般我们称其为一点红，也叫做首红。这种地方它的 K 线它是能够作为强支撑的判定。就如果一个趋势是强劲的波段启动点，那么它往首红的地方是不去跌破或者说它是会有支撑的。这个技巧我们在内部课上讲过很多次那么这一次呢，它又出现了一个红色柱这个红色柱呢是价格走了一波中期波段之后的调整。好，所以这里又是破飘带的第一根后的第二根，所以这里会不会跟指数一样，它可能是砸盘呢？我们就要看一下，它这里是第二根的话，它这一天又是红色柱，所以这一根 K 线的低点不能够去击穿如果再收一根阴线击穿伴随还是明显的击穿又是破左低的行为，那么这里就是中期从多头转空头一个很大概率的事件所以当下的一个龙门线是中长线的判定，在反弹之后走了一个破位，如果这个破位还是很有效的，再继续的下破的话，那么后续它的飘带就会转黄，就会转成再次的这种下跌飘带，然后龙门线呢也会往下走，那么短线中线就容易走空所以这个地方要出现止跌，而后有强反弹出现才可以否则首红跌破，它的趋势短波段就走弱了。所以每次呢出现这种首红的时候，我们要去看到它最好有一个明显的反馈，就是止跌。
所以只要有一个指标带出现守红了，就最好不要下跌，继续下跌，而是有明显快速的阳线产生啊。所以守红产生的地方啊，以此作为支撑，而后不能够有效再破它了，要有强势的多头出现。这样的话呢，这个波段就还是有机会走出强劲的一个上涨。而当你发现守红产生时，而它是什么？它是破位的，那这里短线就容易走弱了。好，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短波段的判定，它的守红产生这里，再加上是关键的震荡区间的低点，所以这里呢就作为支撑位的一个判定，不能再往下破了啊。所以这里我们还要看它中期上涨的话，这里就要是一个宽幅震荡的判定维持。它就不能够破位之后有加速，而是破位之后反弹，是吧？甚至呢反弹力度强的话可以往上破，那么就走一个相对宽幅的震荡，而是发向型的震荡。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一只股票是英伟达。那么现在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图表，英伟达图表当中它是不是也跟特斯拉一样是走了一个回踩后有反弹，但是不过左高而再次的破掉之前的一个左高的一个支撑区。是吧？所以它同样是一个支撑有效而后却再破位的行为，那我们就要考虑到这个破位是否能够有效击穿了，因为它依旧是跌破第一根嘛。我们说重要的支撑破第一根要考虑它的有效性。像之前这种突破第一根后第二根其实就走弱了，这种突破一般就对于压力位来讲就不是一个转支撑的节点，而后续的突破它是不是突破一根突破两根还能够往上过？所以它这个动作把之前的压力转支撑所以这里回踩支撑就有效。那目前往下跌破一个支撑未跌破的第一根，依旧可以往下看第二根。当然它如果直接还是加速，那就直接看这个支撑就行了。所以最好就依旧它在第二根时要有止跌 K 线而后快速往上站回，那么就说明这个地方是一个支撑破位的误差区间它依旧是一个支撑有效，不是一个有效的破位。而同时我们来看到上海趋势图上。从上海趋势图中可以看到，目前它依旧是指示飘带，所以指飘带呢就以做多为主，而回调它就是寻找买点。所以之前这一波下跌呢，它的一个紫色飘带是不是出现了一个蓝色 K 线，而后反包？那么这一个趋势我们是当时拿到了。那这一个呢出现了紫色的飘带，蓝色 K 线又是突破，所以这里呢其实也是一波行情，但可惜没能走出趋势新高。那么我们说的是，如果你做短线，就考虑冲高回落的止盈；而如果做的是波段，想要再把握一波行情的话，我们不应该轻易的把你刚开始入场计划的止盈、止损以及你的目标而随意更改。所以就是哪怕你知道它要打你止损，你也应该把你的成本就放在这里，我的风险就是这个地方，好，击穿我就走，然后下一次依旧是只带有买点，我依旧去买。所以每次呢我都以此去操作，而后以蓝 K 作为风险。当然如果它是一个黄色飘带的蓝 K 呢，尽可能以反弹先看，是吧？就是黄飘带的蓝 K 先看反弹，黄飘带蓝 K 看反弹，而如果是紫飘带的蓝 K， 我们再看这种买点，是吧？所以之前这个地方其实曾经产生过这种买点，而后这里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一次一次我们验证这个地方它是不是又是一个波段。好，那这一次跌破了，你就要走了。你的波段呢，至少从这里看，你大概率是失败了。虽然它这里有可能是一个假破位，但不管是假是真我们既然防守位就在这里，那跌破就走，后续真的是假破位，再找再次的买点即可。所以目前的英伟达就是依旧关注指标带的买入机会，但是曾经的这个买点是一定要先离场先做观望。短波段呢，目前至少做了一笔是成功的，第二笔是打止损的。那么接下来看一下它转为黄色飘带时那一个位置的反弹应该也会有一个机会。反弹如果强势的话，能站上黄飘带，那就有机会延续中期看涨。但是现在呢是大概率转黄飘带了，因为它已经很窄了。比特币和以太坊呢有一个不好的现象我们之前关注它的一个背离，但目前的背离基本上修复了，就是市场以太坊、比特币都新低了。这个背离修复其实就不用看它是否收盘跌破，不用看有效与否，就是看图表当中的低点和高点。所以目前的比特币呢，它跌破了左边低点，是吧？它同样创了一个低点，跟以太坊是一样的所以它这是一个很强势的两指数背离的一个。所以它是一个很强势的两个货币都是顺势的看跌了。所以哪怕这里再有九转，再有反包阳线，我们也只能看个什么超跌反弹，而跟之前不一样了之前还想看这个
比特币的多头是上涨回调，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直走的是什么？没有反包阳线，一直都是阴线，一直都是九转延续啊。那当下也是一样的，九转之后依旧没有反包阳，九转之后呢，背离被修复，所以后续虽然也能够找这种位置的超跌反弹的一个买点啊，当然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买点，比如说反包阳线，比如说运线上破都行。但是整体的一个局势啊，就中长线的下跌通道是比较稳固的，是吧？那么我们后续呢做多，它依旧还是只能做反弹，整体波段还是看跌的啊，并且如果空的话呢，肯定是以太坊好做一点，然后多的话呢，到时候考虑的是比特币。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一部分啊，是我们的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的第一只标的是 Core 位。那当前我们所看的是 Core 位的一个图表啊 ，Core 位目前就是一个黄色飘带，而后市场反弹黄 K 之后出现了破位，而后再次的升幅回踩，这是日线上的一个判定啊。我们之前的一个趋势的解析，如果是做短线短波段的话，你就看日线的飘带是紫色还是黄色。黄色一般做短波段呢，最好等待转为紫色之后会更加顺势。但我们如果是做偏长周期，想要看得更远一点的话，我们也可以调到这个周线上。绿色块主要是建立于这个周 K 线上的紫色飘带，它目前是处于周 K 线的黄带转紫带，所以它是属于周 K 线中短波的一个看涨趋势，而且是紫带的回调阶段。那目前紫带回调，然后飘带目前依旧是支撑为主。那我们要关注它的一个支撑区间是在哪里呢？它的下沿是 90.799， 然后它的上沿是 100.918。所以 90.799 大体呢就是前面这个低点附近啊，它是一个周线的支撑。另外一个就是它也是龙门线日线的支撑。当下呢破位的力度还算是可控的，因为它没有收盘下去跌破飘带，还没有跌破过。所以目前这里呢依旧干嘛？等待龙门线附近的反包或者说底分型的产生，然后去做中期的布局。但注意这个地方是周线支撑，而后日线左侧买点。如果日线想要找右侧买点呢，就是等飘带的紫色，而后价格再次收盘站上，那么那个呢会好一些。目前依旧是黄色飘带下周线支撑左侧的买入区间。下一只股票我们来看到谷歌，谷歌的话，它是一个黄色飘带下，而后蓝 K 的反包。之前呢，在紫色飘带上也有蓝 K 产生，但蓝 K 产生之后呢，它的反包力度不强，而后哪怕构成买点，这里也应该止损，因为它跌破了蓝 K 低点啊，所以买点它可以有，但是止损也一定要带。所以这个地方跌破之后就要设止损了，就要打止损了。而股价顺势下跌，这里是第二个蓝 K， 蓝 K 产生，蓝 K 反包，那这里其实可以构成一个短线博弈反弹的点，但这个点呢只是一个反弹，因为它是个黄色飘带，而后左边呢是一个支撑啊，所以这里加上蓝 K 有强势反包反应，可以看到黄带的反弹。所以这个反弹的第一个压力就看到飘带下沿376.195，而后它的上沿是384.114。但这个地方只是说先看反弹，不代表它没有可能是一个中期回调的止跌点啊，也有机会的。因为黄色飘带它在短波段回调当中是必然它延续的时候会产生的，所以有时候中期回调时它必然也是黄色飘带结束产生低点，是吧？所以这种地方一般是要去慢慢跟踪。如果你跟踪过程当中发现这个黄飘带压力是很重啊，这种情况下它过不了，那这种它其实就反弹的概率就很大。而如果你发现是黄飘带能够在超跌反弹当中是直接突破，有效突破，那么它转势的概率就会更大啊。所以一般我们黄飘带下先看反弹，但是如果在后续强劲的突破过程当中，就要转变这种反弹的一个思路。不过当下还是以反弹看待，因为它是黄飘带。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一只股票是微软，微软在一个中长线的龙门线向下的过程当中，走了一个中短波反抽，是吧？它是离龙门线太远了，跌得太深了，所以长时间下跌后引发这种反弹行情。这波反弹到了龙门线附近，我们当时也有在盘前广播讲过，就是要小心了，因为龙门线是一个长时间压制的话，它必然也是一个有效压力，而有效压力它在突破两根是不是容易衰竭？然后又有一个黄色 K 线。当时黄 K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它是一个调整，但如果到了龙门线附近的时候就要小心了，这种黄 K， 因为它是到了一个中期反弹的目标位啊，它的反应可能就会大一点。那么当前呢，就还是一个紫色飘带，再加上它的周线啊也在龙门线附近啊，也是一个强势的龙门线跌破两根啊，然后快速的反抽，
所以这里的龙门线，周线是支撑，日线是压力，所以日线遇到压力，但周线依旧有支撑在底下啊，所以这里我们还是可以去关注它的一个周线附近支撑的一个做多机会。那么这个地方做的机会，我们就还是可以看短波段去找啊，就是之前的下跌，它是不是也是在守红的地方产生了一个短波段回调的低点，也是破位2个 K 线之后短波段止跌，所以当前也是破位的第一根，同时底下呢是守红，守红产生之前是强涨，那么这里就要关注，如果能产生2根破位而后止跌，并且守红突破，那么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买点啊，这种是属于短波段回调较深时会产生的买点，所以这里可以关注一下。大家如果手中呢有一些个股，阿哲是没有看得全，你也不知道你股票是紫色还是黄色，还是有没有守红，你也不知道你股票是否有这种紫色飘带的破位，还是破位几根，是否有机会，还是说是黄 K。如果您想要看到这些信号，您都可以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呢去找到助教去安装这个骰区图。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 MSTR 呢是一个长下影线击破了左边的低点，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龙门线的压制，它是不是跟微软是一样的，就一个超跌后的反弹到龙门线，我们说这种是一个中期反弹的最终目标。就很多时候，如果你发现你的股票是一个很长时间下跌，而后最近有一个中期反弹的话，一般龙门线是一个关键的压力区间，能够到龙门线其实已经算是反弹很强了。但这种中期的反转是很难去短期一次性就过的啊，所以很多时候你看到有股票就中期跌了很强势一波而后突然反弹，一般到龙门线附近就要特别小心，特别关注。当然有些股票可能会很多次到龙门线，所以它之前这里刚跌时也到龙门线形成压力，所以这里是第2次碰龙门线啊，所以这种地方就要小心是一些中期高点的形成啊，特别还有黄 K 出现。那么当前其实一个单边下跌啊，我们就在这种股票当中啊，哪怕有买点也尽量只是看反弹啊，所以哪怕这里有蓝 K 是吧，蓝 K 哪怕有反包，你也要看一下它和黄带的区间值不值得你去做。当然目前呢和黄带是有一个足够大的一个空间，短线如果在白色 K 线，白 K 呢是一个中期超跌啊，就跟蓝 K 不一样，蓝 K 是短期超跌，所以在空方市场当中，一般白 K 会更加具有参考性的价值，而蓝 K 的意义呢会低一些。所以目前有白 K， 如果白 K 后出现反包阳线，我们是可以去看一波中期的一个反弹，毕竟它的整体结构还是一个2次回踩左低，没有去有效跌破啊。但首先白 K 要消失，而后反包。当然如果没有消失，没有反包之前，这里就先以超跌但未止跌来看待。下只个股呢，来看到Circle呢在打了止损之后继续延续下跌，首次出现的相对的强一点的买点其实是这一个蓝 K 的反包，是吧？回踩龙门线而后蓝 K 反包，但可惜的是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破位，那么这里就应该去止损。止损之后市场顺势下跌，它跌破了龙门线1根2根还在跌啊，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就重新走回了一个中期看涨变中期的震荡，它也出现了破左边的低点，而后是一个蓝色 K 线。之前呢破了左边高点啊，出现了上影线的高点，而后目前再往左边低点破啊，所以这里就要看一下它是震荡还是一个高点，或者说中期的反转结构。如果是中期反转结构，那么在破位之后，它要么就直接顺势往下看啊，要么就是走出一个反抽，而后无法过龙门线和黄飘带啊，这样的话呢，就会走出中期本来是看多的，而变成中期日线是走空的。而这种行为一般就会伴随周线我们的这个支撑的有效跌破，因为它目前跌破了第1根周线的紫色飘带，跌破第1根，并且跟我们所看到的底下是不是也是第1根红色柱出现了？所以第1根红色柱的地方，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支撑。那么这里它也是第1根红色柱，所以这里依旧作为支撑。所以在我们本周的低点，那么在 78.41 的地方，所以周线守红产生。那么在这里看一下周线的这个支撑是否能够在下周守住，如果有，那这里有机会是一个大震荡而不是一个转空的趋势。而日线的守红呢，其实它在这个地方已经破位了啊，我们可以看到日线的守红是这一根啊，价格走势呢在这里出现了跌破反抽不过，那么再次的破位确认啊，所以这里转成了一个日线级别短线的空方。那么接下来要看一下周线是否会延续转为周线的短波段的空方
啊，如果是的话就比较麻烦啊，尽量我们看到首红的时候，它最好伴随能够有止跌并且强势阳线的出现，而如果首红之后它不能够止跌啊，反而是破位，那么这种地方一般来讲就会形成一个压力啊，所以我们要去关注一下啊这种动作。所以周线上呢，下周看一下能不能守得住。现在这个股我们来看到礼来的话，它是走了一波加速之后2次回踩，目前有新高，但是有冲高回落，加上指数环境一般，所以这个短波段呢，它的一个空间其实不是很多，左高呢依旧没有去有效突破2根上影线啊，所以这种冲高回落的 K 线一收出来，我们之前这个回调的买点的一个利润呢是要开始有所收住啊，或者说你要有所落袋，因为指数目前有一个风险还未完全判定是一个砸盘低点啊，这个时候任何的一个短线操作，哪怕有所利润，所以也开始要谨慎一些啊，有利润就要拿一部分出来，而后再去留底仓去博弈它继续的空间。这种长上影线一般意味着左边高点的压力，刚好它左边高点还有一个中期高点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冲高回落可以做左侧的一笔止盈。如果后续再收阴线，那么就要彻底离场。那么这是对于我们这一个短波段回调之后啊的一个看法，是吧？上期视频我们看到这个止跌回调买点啊，它呢是比较漂亮的啊。之前呢是回踩到龙门线啊，没调到飘带，这一次是调到飘带，给到止跌阳线啊，所以指数哪怕有风险，指数哪怕最近2天下跌啊，它也产生一个短线的一个向上。下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AMD 呢是不是也是再次回调飘带？之前这一次回调飘带止跌反包强势阳线啊，然后这一次上涨，在黄色 K 线出现破位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减仓了。虽然说是根阳线啊，但是还是要结合指数环境考虑一下，所以这里是一个要减仓的点啊。这也是我们昨天所讲到的，黄 K 被破位有效，那么就要小心风险。而后目前顺势跌到了飘带上，而且直接就贯穿进去，那比之前调整要强啊，所以因为它阴线较实体较多的进去了，所以要注意它的力度是比较强势的，要小心它可能也要走一个砸盘。所以下沿支撑是 444.716， 如果能收盘涨到飘带之上啊，可以构成一个买点。但这个买点如果能够是反包买进，那就更好啊，会更加稳健一些。如果是要着急要快一点的话，你就可以以这个飘带上沿啊作为买点，但要收上去。飘带上沿目前是在 487.903。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英特尔。英特尔也出现了第一根红色柱，是吧？在连续的紫色飘带上影当中，它是首次出现红色柱。而后之前的这一个回调买点呢，它不能够新高，而后破了左低。那破左低是红色柱，这个红色柱同时也把之前跌破2根的这个 K 线也给跌破了，所以飘带击穿则为有效。那么这里虽然说红色柱，但上方的紫色飘带基本上是板上钉钉要转为一个黄色飘带，所以这个红色柱哪怕它能够止跌，哪怕有买点啊，它到时候首当其冲也要去考验一下这个黄色飘带的压力是否有效。如果有效，它也有可能会这么去走。当然，这个首红如果直接不能撑得住，而是继续顺势下跌，那么就是一个破位有效之后啊，继续往下升调，那个时候就容易它不是一个砸盘低点啊，而是一个加速点。因为它的飘带已经开始破2根，还在往下跌啊，那么这里已经是有效跌破，有效要转为黄色飘带。那黄色飘带的压力大体应该会在113左右，而如果这里是延续破位有效，那么它至少是不是要往龙门线去靠啊？我们说要么收复一半，要么收复全部。全部的话呢，就是 55.543， 一半的话大概就是往前方这个黄 K 的缺口这里，就是大概 84.59 附近。是吧？这是离龙门线一半左右的一个乖离。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APP 呢是当前也算是有可能是一个周线级别黄金坑啊，因为它跌破这个飘带之后，它没有走这个中期下跌，没有跟这个 MSTR 等个股或者说 Meta 那种就跌破有效之后走比较明显的中期下跌，而是在跌破之后在龙门线下震荡啊，用震荡来去进行一个中期的调整，而后目前是走了一个波段的加速。站回龙门线，所以当下是跌破龙门线，而后走震荡啊，而后再突破龙门线，这里就要看一下龙门线是不是能够转为支撑，如果可以的话，加上飘带，那么在中线上 APP 也是后续要多多考虑和关注的一个点，并且在周线它是和微软有点类似，它只是位置没有微软那么好啊，微软呢是跌到龙门线这里，然后飘带即将转为紫色，而 APP 呢是没有跌到飘带
而后在这里是即将转为紫色飘带，所以周线将转紫色飘带，龙门线依旧向上，这是周线上的，所以它的一个回调呢，都可以去寻找一个做多的一个机会。目前的回调是因为它进入到了一个黄色 K 线所以它是周线上进入到了黄 K 的一个风险区间消失的地方这个地方它不代表就一定是会暴跌只要它调的力度幅度可控日线上不破位，那其实有机会是这种为了是后续更大空间上涨的一个回调。而后日线上的一个支撑龙门线是536.187，飘带的话目前是回踩到上沿的支撑是548.293这里呢最好有止跌阳出现，不要破日线龙门线。下一个个股我们来看到半导体3倍做多它是一个黄 K 消失，但这种地方呢其实就是你要提前去找卖点了，就你等黄 K 消失的话，其实再等破位有时候就比较晚了所以有时候有些股票波动比较大，你又有利润，看到这种黄色 K 线时，有一些提前减仓的一个思考。像之前这个黄 K 的地方呢，其实有一个冲高回落就可以减仓，后面虽然突破了，但是依旧有长下影线这种黄 K， 是吧？我们说吊颈线依旧是要小心。所以有些黄 K 的地方呢，你是要提前有一些判断，就是提前减仓，左侧减仓，后续再用右侧去清仓都可以。目前跌到飘带上依旧呢可以认为一个短波段回调到了支撑区，但如果没有买点，就不要轻易的暂时进场，因为它这个跌直接有点要击穿的一个动作，跟之前的这种下跌力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太强的这种下跌，它就有可能破飘带如果2根之内不止跌，那么就要往龙门线看了。目前飘带的下沿是180.852，而后龙门线的价格是在75.363。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Meta，Meta 它为什么是红色块呢？就是一眼看过来其实差不多，你会发现龙门线向下而后龙门线每次突破都是2根就滞涨黄 K 就是风险。所以当前呢，就我们在这种行为普遍一直出现时，虽然它也没有很明显的中长线的这种下跌，没有 Meta 没有 MSTR 那么夸张，但它是不是没有像微软那样子能够涨上来所以每次都是破位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比较强的还是中长线的下跌趋势，只是它跌的比较含蓄一点，是吧？没有那么急速的下跌，但也不能说后面就没有所以当前这里就还是要注意一下，小心它龙门线持续的压制而后目前是龙门线向下，黄色飘带靠得比较近，如果要在这里跌，那这里其实就是容易是一个中期的起跌点就会偏高所以这种地方其实就不太建议去考虑太多做多机会因为没有太多必要，还不如等什么？等一个右侧它确实能够站上飘带确实转一个紫色飘带，龙门线上回踩，再去看机会是不是更好不然的话呢，它其实偏空会更大的机会，特别是目前还走了一个强势的顶分型。我们来看到现在这个股是 RQB 在前期出现了一点红加只带蓝 K 的买点之后给过一波行情，现在呢再次出现回调之后呢，它破飘带其实破了1根2根，然后没有继续明显的破位，所以这里有可能是一个砸盘低点但最好在下周1、2的时候就能够有反馈的阳线，否则这里再往下跌其实不太好所以它这个地方有点偏极限了再往下跌1根其实都不太好了。蓝 K 一般在3根和3根内会好一些1根之后直接消失是最漂亮的，目前已经3根，如果下周1再跌1根，其实还是蓝 K 的概率就更大4根蓝 K、5根蓝 K 其实就并不是那么好了，所以最好下周1就能蓝 K 消失，而后反爆所以大家安装了上海趋势图的同学都可以看一下，如果3根的蓝 K 止跌然后有反爆阳出现，其实是比较不错的。我们的首红呢是在哪一根呢？是在6月4号这根 K 线所以如果你能够求稳一些，就最好等待首红的突破构成这样的一个 K 线产生，它才能够构成我们目前在指数风险下的右侧的买点会更好。现在的个股我们来看到台积电它呢也是一个趋势稳定的波段，只要飘带呢是一个紫色的，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上升波段但它这种很明显走的是比较弱的，它是慢慢的换上去不是一个单边，也不是一个强势的相对漂亮的那种上涨回调的波段它是走震荡比较多，所以最近呢是一次回调之后走了一个反包，再站上飘带，所以它这里是跌破的第1根，也就是说这里是做了一个砸盘的动作，只是砸盘比较温柔，它是收盘价跌破，但是收了一个阳线
而后涨上，这是不是我们所说的上涨回调较深的一种砸盘的力度？砸盘之后出现了继续的一个上涨，所以有些行情呢可能不砸之前，它只是回调，它可能行情还不大啊，有些它就是要调得深一点，而后呢再启动行情。那么当下就又来到了飘带这里，那我们看一下飘带能不能止跌，亦或者它还是要走一个砸盘呢？啊，我们要看一下飘带的一个支撑，下沿是408.56，上沿是421.233，收阳涨上，则为一个相对回调的一个买点。当然它要涨上去，如果你能等仿包，那会更加确认；如果只是一个简单涨上，它属于一种相对偏激进一点的买点，但也可以去考虑。下一只个股来看到 PLTR 它就相对也是偏空的啊，因为它还是龙门线向下，碰到这个我们的龙门线之后，它就走了一个压力，是吧？也是一个低点之后往龙门线的反弹目标到了啊，然后它又不能够有效涨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越往这靠越是风险。那往下跌时，这里是守红，又是一个紫色飘带，又是跌破第一根，所以短波段可以关注它这里会不会形成再次止跌，但是很大概率，哪怕这里止跌，我们也只能说先看看反弹，因为它这个左边的下跌跌的力度太强啊，并且它是急涨之后快速下跌，所以这种动作一般套牢盘会多一点啊，所以哪怕止跌向上，它也容易有阻力重重，所以正常中个股呢，可以等它再次走明显强劲的时候，再考虑回调买点啊。现在呢，只是一个震荡啊，只是一个短线急涨啊，反弹目标未到后的回落，如果中长线趋势不变啊，它依旧还是容易走下跌破底的行为。所以多头一般不选这种标的可能会好一点。美观的话是走了一个强势顶分型，而后回调飘带啊，是不是也是一个黄 K 的下跌的破位？破位之后呢，飘带的上沿和下沿作为关注的支撑区啊，调到飘带一般是正常洗盘的一个动作。如果调到飘带不止跌，就不能随便买进啊，所以要先关注好它是否有止跌行为。不止跌走到这个地方，它走中期调整是完全有可能的。中期调整的话，飘带就顶不住了，它有可能就要往龙门线去修复乖离。所以每次呢急涨之后就要小心对于龙门线的回调，就当边涨多了调龙门线是很正常的啊，因为不可能一直维持一个大的乖离，是吧？所以龙门线是属于中长线的牵牛线啊，如果它维持向上，那么市场中长线看涨，但是如果紫色飘带持续时间太久了，那么这种短波段强势它无法是一直保持，那么它总会有一波回调，是目标是往龙门线去修复乖离，是吧？所以做这种个股呢，就要注意，不要在那一次的回调当中以为呢是短期回调啊，所以我们最好是能够每次买短期回调都设好止损啊，并且要有明确的止跌才行。飘带的上下沿大家可以看一下左上角啊，这个游龙伏虎其实就是它的上沿和下沿。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下一个股票是亚马逊啊，亚马逊它也是一个黄 K 破位之后持续下跌啊，这种下跌呢带动飘带是转为了一个黄色，所以哪怕有黄 K， 所以哪怕呢有蓝 K， 它当下呢就依旧没有一个防爆买点啊，蓝 K 消失也没有防爆，并且买点呢它也不是好的买点啊，因为它是一个黄飘带。黄飘带出现，那么它目前这里就往龙门线在靠了，已经修复龙门线一半了，所以这里呢不排除它要往龙门线去回踩232.907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要去注意的，有可能要完全回复回到这个龙门线。下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AOI 价格呢是震荡，在飘带附近出现了回调砸盘，是吧？砸盘跌破一根两根之后快速反抽。目前它其实趋势还行，还能够看涨，但这种股票波动是比较大的，所以有利润的话，一般来讲建议左侧跑，右侧跑有时候可能就会回吐比较大，当下依旧可以认为是一个上涨止跌后二次的回踩，所以目前依旧按照看这个结构走势还是能够看涨，但是这个股票操作难度是有的，最好有利润的话呢，要减仓控制仓位而后等待这个地方可以再往上看高一些。下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LITE 的趋势就会比 AOI 差一点它的波动也不低，所以蓝 K 出现反包之后，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它也能够涨，但其实不好操作的，因为这个蓝 K 突破之后它还调了一波，你受得住吗？如果你受得住，那就还能够拿到后面的这波冲高，但是也不好做了因为黄色飘带出现了，所以黄带产生时中短波的风险就开始出现，所以这里下跌往上，我们就先看它这里是有一个压力
啊，所以结构感觉跟 AOI 有点像，但是还是 AOI 可能会更加有戏一点。它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强势上涨后2次的回踩，也可以这么去看啊。但飘带呢毕竟是黄色，所以最好能够站到飘带转为紫色之后，再看上升波段的维持维续。接下来看到 SOFI， 这个标的是不是也是对于紫色？这个标的是不是也是一个黄色 K 线啊？反弹之后的风险点，所以黄 K 产生一般如果是空方趋势下，这种黄 K 啊急涨过后，就跟 PLTR 等一众个股其实当时都是一样啊，一波向上，一波向上都是反弹，因为中长线依旧是向下的。然后回调时呢，关注它的飘带能不能支撑住啊，支撑住的话，有可能还要往上去干嘛？继续修复这种乖离啊，但必须要有强势的止跌才行啊。如果止跌的力度不够啊，比如说是一个运线，比如说没有仿包啊，这种就要稍微小心了。但有时候是长下影线啊，一般也不能够构成比较大的买点。所以当下依旧是空方趋势下，跌破飘带啊，守红归守红，但它整体是空方的趋势。那么以上是6月6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希望对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